女人脱下裤子接受狱警检查，结束后不忘挑衅一番。狱警抬手就是一巴掌，女人迅速反击，另一名狱警拿起警棍对她狠狠教训了一通。女人名叫小薇，长相甜美的她却是名心狠手辣的顶级杀手。街头人老康对小薇有些不满，因为她故意把凶器留在了现场。小薇轻描淡写的说会再买支新的。令老康更不满的是，在上次的行动中，他竟留下了一个目击证人。小薇答应会马上处理干净。另一边，一个女人拿起小刀，对着一张凶案图和大腿血管图，模拟凶手的手法，在自己的股动脉上做实验。女人名叫伊芙，是英国军情处的工作人员，他们成立了工作组，专门调查最近发生的几起凶杀案。这天夜里，伊芙奉命对目击证人进行保护。在去卫生间的时候，遇到伪装成护士的小薇。当伊芙走出卫生间，发现走廊异常安静，只有电话铃声不停作响。当看到门口的一双脚时，他顿感大事不妙，慌忙进到病房。警察和护士都倒在了一旁，目击证人也死在了他眼前。伊芙连同他的上司比尔就此被炒了鱿鱼。可刚回到家，调查小组的负责人卡罗琳就找到了他，邀请他加入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追踪神秘女杀手。小薇回到住处，老康等候已久，他指责小薇在医院杀害无辜，并要求他进行专门的心理评估，以决定是否同意他执行下一个任务。最终，小薇没有通过心理评估，但他还是设法从老康口袋拿到了下一个任务信息。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新任务会让自己的男友搭上性命。没想到杀手行业也这么绝，女杀手不仅会 cosplay， 还会制作有毒香水。更可怕的是，最终还买一送一搭上男友性命。只见他仔细戴好防毒面具，轻轻扭开药剂瓶盖，小心翼翼地将化学药品滴入香水瓶中，随即扮成餐厅服务员，进到目标人物聚餐现场。看到女人离开座位，他放下手上的活，立即跟了上去。谁知领班立马阻止他，谎称要为贵宾送卫生棉，顺利进入贵宾专用卫生间。他以自己是香水推销员为名，向眼前的香水公司创始人卡拉进行推销。卡拉有些反感，杀手小薇便靠近坐下，一脸崇拜地说起了卡拉的创业经历，夸她是女性的榜样，还说自己做的香水是以卡拉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有些感动，拿起香水准备试用。小薇假装不可思议，起身捂鼻站到一旁。卡拉打开香水喷了2下，仔细闻了闻，发现没有味道。可很快他就感觉到呼吸困难，剧烈咳嗽。他一脸惊恐地望着小薇，却无法言语。随后一头撞上化妆台，跌落地面。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便香消玉殒，没了性命。小薇回到住所，街头人老康冲进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顶到墙上。这时，小薇的新男友小赛过来送饭，小薇和老康相互配合，编了个理由将小赛糊弄离开。就在他转身离开时，看到了小薇包里的香水，于是顺手拿走。小薇和老康的争执还在继续，他拔出小刀顶住老康下巴。老康知道小薇脾气，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客气地提醒他，伦敦有个名叫伊芙的女人，正在领导一个团队调查小薇。两人重归于好，准备喝上一杯。这时门外却传来异响，两人开门一看，原来是小薇男友，那瓶有毒香水就掉落在一旁。另一边，伊芙带领的团队正在分析案情，他们的结论是，近几起跨国凶杀案应该是同一名女性杀手所为。就在伊芙在卫生间拨弄头发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在医院保护证人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女护士。当晚，他在电脑前查看医院护士照片，可始终没见他遇到的那个，由此推断出那个护士就是凶手。而小薇也在电脑上搜索伊芙的信息，当他看到伊芙的照片时，电脑像个烫手山芋被丢到了一边。阉割是女杀手小薇最常用的手法，今天这次算第5次。她扮成护士，仔细准备工具，等待客户到来。You're late. I'm sorry. I had to. Take off your clothes. 小薇将男人全身上下仔细绑好，将灯光聚焦到腹部以下。It says here that last time you received a vigorous scrotal massage. Yes, but did Hortense tell you it's my birthday? Oh. What, you think you're special? You think you deserve special treatment? 小薇拿起一个钳子，走到男人脚边，将钳子伸到了男人裙子下面。Nobody gets special treatment. 男人一开始还很享受， Cold? 小薇加大了力度。突然，男人喊出了安全词，小薇似乎没听见，还在加大力度。小薇停下手上动作，男人疼得直叫唤。小薇走到气罐旁，打开面罩气管，男人拼命挣扎。Look at me. Look at me. 男人很快就没了动静。这是女人第一次不穿内衣来到高档餐厅吃饭，约她出来的男人看的眼睛都直了。女人刚坐下，男人立马送上礼物，女人却焦急询问对方到底有什么内幕消息可以提供。男人严肃地对她说道 This information might make you uncomfortable. You have a bit of tissue stuck under your armpit. Come on, it was funny. 女人有些不耐烦，男人这才震惊起来，告诉女人他所调查案件的内幕，并让她打开桌上的礼物，里面装着一个 U 盘，而 U 盘里装着的是英国军情处内鬼的线索。
女人名叫伊芙，她来柏林的目的是调查一起离奇案件。2天前，女杀手小薇扮成护士，在一所娱乐医院用一把钳子和一氧化碳杀死了一个有特殊癖好的男人，而她在前台签到时登记的就是伊芙的名字。最可怕的是，小薇作案后不但不跑路，反而坐在马路对面晒太阳，悠闲地看着警察进进出出。今天她终于等来伊芙，并立马把伊芙行李偷了。就在伊芙前去赴约的时候，她却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准备杀掉伊芙的同事比尔。她先是以猎物形态出现，故意露出破绽，引起了比尔的注意。就在她准备上车时，比尔果然把她拦了下来。看她戴着偷来的围巾，更加坚定了比尔的猜想。小薇走着走着，突然穿过马路，一辆超长公交挡住去路，急得比尔像热锅上的蚂蚁。好在小薇就在前面静静等着。很快，小薇就来到了一处酒吧，她仅抛了个媚眼，就让保安立马放行。而比尔无法进入，只好乖乖排队。进到酒吧，就在比尔担心找不到人时，小薇的身影再次出现。可突然，小薇停下脚步，转身对比尔笑了起来。比尔感觉大事不妙，急忙往回撤，小薇则掏出刀子，快步追了上去。小薇追上比尔，用小拳拳在他胸口捶了12下。3名杀手对着目标车辆疯狂射击，如此猛烈的强度足以把人打成筛子。可胡子哥上前查看战果，发现车里根本没人，几百发子弹打了个寂寞。杀手小薇开始疯狂嘲讽，智商和自尊双重受辱。胡子哥恼羞成怒。She's the ex. Now of all the reasons to blow her to pieces. Why is she even here? I was sent to get Nadia. For what? You gave me my way out of there. Now I'm giving you your way out of that. You are not a punk. Shut your mouth! You are beautiful. Let me. I've been wanting to do this for a long time. 小薇答应小亚，她想去哪都可以。小亚去车尾放好东西，小薇却挂起了倒打。伊芙正在研究杀手档案，可下一秒，杀手就进到了家中。Don't run. 伊芙跑进卫生间，想从窗户逃走，发现玻璃打不开，慌忙寻找防身工具。小薇踹开浴室门，一手夺过伊芙手上的武器，一手掐住她的脖子。小薇打开水龙头，让伊芙保持冷静。伊芙拿出一盒牧羊人牌，小薇客气地表示感谢，她还贴心地为伊芙换好衣服。这里补充说一下，伊芙穿的这件黑白裙子其实是小薇送的，因为在上次的阉割案件中，小薇偷走了伊芙的行李箱。事后，她给伊芙寄去几套昂贵服装作为补偿。伊芙开始为小薇准备晚餐，拿取餐具时，顺手把小刀放在了裤头里。可当她准备坐下时，发现被小刀别住了，不得不拿了出来。伊芙问小薇为什么要来自己家里，小薇声泪俱下，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被逼无奈。来伊芙家里是为了寻求帮助。伊芙斥责小薇胡扯，并把自己调查到的内容一五一十告知了小薇。他同情小薇的遭遇，也知道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I know you're a psychopath. You should never tell a psychopath you're a psychopath. At least, are you upset? 伊芙质问他为谁工作，为何要杀这么多人。 I think if you went high enough, you'd probably find we work for the same people. 想起比尔的死，伊芙愤怒地拿起刀子，却被小薇一把夺过。小薇抢过手机，逼他说出了锁屏密码。 1, 2, 3, 4. 小薇拿着伊芙换下的裙子，准备前往安全屋，为内鬼弗兰克做个净身手术。注意看，这个男人即将被阉割，此刻他正在欣赏自己的盛世美颜。下一秒， Oh God! Oh God! Someone! 男人询问小薇是不是来杀自己的。 But first, I want to use you for sex. 男人名叫弗兰克，是英国军情处的一名官员。他通过出卖情报，从杀手组织那换取了巨额费用。但随着他间谍身份暴露，杀手组织必须将其处理掉。在白天的刺杀行动中，由于3名杀手内讧，加上伊芙的及时救援，弗兰克才免于一死。小薇通过伊芙的手机查到了安全屋的地址。此时的弗兰克苦苦哀求，希望能用钱买命。 I have a lot of money. So do I. Children. I don't want your children. No, I have children to take care of. Let's go give them something to bond over. 在交底完死亡的感受后，小薇拿出刀子准备动手。在男人的请求下，小薇答应在卧室将他解决。可刚进房间， Don't get me excited, would you? Take off your clothes. You might get away with this.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our penis. 等伊芙他们赶到安全屋时，男人已经被小薇杀害，身上还穿着伊芙那件黑白裙子。更可怕的是，
小薇回到公寓，向街头人老康复述着刺杀经过，说是胡子哥碾死了小亚，自己不得已才杀掉了胡子哥。I had to use my tits. You're kidding with your tits. No. When he was looking at them, I took his gun. Ah, okay. Nadia is still alive. 女人脱下裤子接受狱警检查，结束后不忘挑衅一番。 Enjoying this? 狱警抬手就是一巴掌，女人迅速反击，另一名狱警拿起警棍对她狠狠教训了一通。女人名叫小薇，她进入监狱是为了刺杀前女友小亚，她找准时机就要作死，因为她必须尽快去到医院拿到刺杀用的工具。可惜狱警只是罚她清理厕所，于是她故意激怒狱友，被狱友狠狠揍了几拳。他被打得满嘴是血，也如愿去到了医生那里。医生给他一把匕首，并告知他小亚的监舍房号。医生还提醒他，明晚9点必须到达洞穴，以便街头人老康接应将其救出。第二天打饭时间，他掏出匕首准备行动，身后的狱友却不停语气打骂，匕首也不慎掉落。狱友抢先一步捡了起来，他一步步走向打饭窗口。他与小亚四目相对时，小亚吓得惊慌失措，拿起餐具向小薇砸去，眼看无法要回匕首，小薇故意激怒狱友，随即翻入厨房。他不停说狱友想杀他，他拿起馒头砸向狱友，狱友忍无可忍，举起刀子冲了过来，他则借力将刀子引向狱警，并顺势拿走小刀。狱友一脸懵逼呆在原地，另一名狱警赶到，劝导狱友保持冷静。谁知小薇反手就将这名狱警放倒，并从他腰间取下钥匙，打开一道道铁门，提前进到了小亚的监舍。小亚回到监舍时，小薇从床底钻了出来。很快，狱警发现了异常，迅速打开监舍房门。小薇顺利被关到特殊牢房。他问前来探望的医生老康什么时候来接他，医生却反问他。显然，杀手组织用了12秒之计，故意安排他进来解决掉小亚，顺手又将他关在了牢里。顺利完成刺杀任务的小薇，以为杀手组织会救她出去，没想到反手就被丢到了恶魔这里。狱警善意提醒小薇千万别睡着。杀人无数的小薇此刻也有点焦躁不安，她不得不来回走动保持清醒，但很快她就撑不住了。体重300公斤的恶魔扭头一看，灵活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一个刀片从他嘴里慢慢吐出。他站起身来，手持刀片，缓缓向小薇靠近。小薇瞬间惊醒，左手抓住恶魔手腕，右手快速攻出一拳，翻身骑上恶魔后背，右手捂住他的眼睛，左手紧紧勒住对方，死死咬住恶魔的脖子。恶魔使劲撞击墙壁，小薇毫不松口，两人跌倒在地，恶魔拼命挣扎，可也无济于事。狱警开门进来，用力将小薇拉起，恶魔的颈动脉已被硬生生咬断，很快就没了动静。小薇和之前错手杀死狱警的狱友一同被送去法院接受审判。车子行进途中突然猛烈撞停，车内人员瞬间摔得人仰马翻。外面枪声响起，狱警打开驾驶室玻璃，发现前面的同事已尽数被杀。就在这时，车厢内的女狱警掏出手枪，连开数枪将男警杀害，并呼叫小薇卧倒。帮他打开手铐的同时，车厢门锁被枪轰开，一名机车男招呼小薇赶快下车。下车后，小薇转身跑向车头，看到现场一片狼藉，她兴奋地露出了笑容。面对突然到来的自由，狱友茫然失措，说自己无处可去，宁可死去也不愿重获自由。于是下一秒，小薇套好衣服，戴好头盔，坐上哈雷潇洒离去。他被带去与新接头人见面，接头人表示以后将由自己派发任务。他把任务信息递给小薇，并交代了工作要求。说完，拿起桌上的枪对准小薇，下一秒他将枪口调转，把枪递给了小薇。小薇不喜欢这个头上没毛还有点娘炮的新接头人，他举起手枪，一枪将接头人击毙。他输入任务信息进行查询，发现下一个目标竟然是他原来的接头人老康。消炎药配列9伏特加，这么有创意的杀人手法，小薇也是第一次用。只因这次的刺杀对象是他长期合作的接头人老康，他答应给老康留个全尸，用枪逼着老康把药放进嘴里，再喝上一口烈酒。老康边吃边开始说起煽情的话，作为接头人和培养人，言辞中尽是对小薇的肯定和骄傲。小薇也感动得双眼噙满了泪水，但作为职业杀手的他，完成任务高于一切。他嫌药片不够让老康多吃点。说完，老康把药灌到嘴里，再一口闷掉杯里的烈酒。突然，他拿起空杯砸向小薇，顺势拿起木桩猛击小薇的头，接着打开房门夺路而逃。小薇趴在地上挣扎着想起身，老康快速奔跑，小薇也终于爬了起来，对着屋外忙拍了一眼，接着起身追了出去。老康此时已跑到了湖边小屋，小薇则迈着蛇步跌跌撞撞向前追去。老康开着快艇从木屋冲了出来，小薇连开数枪，可惜均未打中。老康转过身来，友好的比了个国际手势，小薇也客气的跟他道别。小薇绑架了老康的女儿，带着她去寻找老康。在此之前，她不得不前往曾经的情侣安娜家里。她利用女孩敲开了安娜家门，自己也进到房间翻找。很快，她找到了自己多年前寄给安娜的大衣，可打开衣服一看，缝在里面的备用护照不见了。原来就在1天前，负责追踪调查小薇的衣服已经提前来到安娜家里了解情况，并从大衣里发现了小薇的护照，于是偷偷将其带走。就在这时，安娜也发现了小薇，她提出要帮小薇先处理伤口。就在她准备拿药时，突然从抽屉里拿枪对准了小薇。原来多年前，为了独占安娜的感情，小薇残忍地将安娜的丈夫阉割。此
自己也因此入狱。直到后来在杀手组织帮助下越狱，成为一名职业杀手。而安娜也因为这件事情，一生都活在痛苦和自责中。想到这些，她决定给自己一个解脱。伊芙和同事肯尼黑入监狱监控系统，从之前的监控里看到了小薇和他们上司卡罗琳的身影。震惊之余，他们赶紧找到卡罗琳，刚好遇到了前去向卡罗琳求助的老康。几人经过沟通，决定立即前往安娜家中等待小薇。他们不知道的是，小薇此刻已从安娜家中离开，男人正在淋花，女人却拔枪指向了他。Don't move your hands. But I have to put it back. Don't move them. Can I put it back? Yes, you put it. 伊芙持枪逼问老康，他和小薇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不说，就打断他的第3条腿。老康这才和盘托出，原来小薇越狱后，由老康负责训练和指派任务。就在这时，小薇用安娜的手机给伊芙打来电话，双方约定在咖啡馆见面。小薇赶紧上前，持枪将女孩枪支。Tell me what you want. Him. Not here. I'll come with you. 小薇威胁伊芙把护照丢过去，伊芙放下手上的枪，将护照扔了过去。Excuse me. Could you pass that along, pleas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ve. You know,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break mine. Who's your favorite? What? Me or her? It's me. Isn't it? A little bit. Yes. Hey! Then you won't miss her so much, huh?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o do my job so I can go home and have a bath.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小薇还是向老康开了枪。他劝小薇跟自己走。 Come with me. Just you and me. 听着窗外的警笛声，小薇思索片刻，转身逃走。原来就在几小时前，即将返回英国的伊芙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根据线索梳理，小薇极可能住在法国一栋公寓里。伊芙决定前往一探究竟。进到小薇的公寓，发现里面陈设及物品极其奢华，就连浴缸龙头都是纯金打造。他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放有各种工具和枪支。他拿起一瓶香槟，直接吹瓶喝了起来。他打开另一个衣柜，里面放着的居然是自己之前被偷的行李。他大为光火，愤怒地搞起了破坏，发泄自己的情绪。几十万的昂贵化妆品被他的扫堂腿踢得满地都是。就在他砸得起劲时，屋外传来开门的声音，他赶紧躲藏，拿起抽屉里的折叠小刀和手枪，走出去一看，居然是小薇回来了。小薇看起来并不生气。Did you have a party or something? I have lost 2 jobs, a husband, and a best friend because of you. Yeah. But you got some really nice clothes out of it, so. 伊芙把枪丢在床上，面向小薇坐了下来。伊芙一阵苦笑，说自己时刻在想着小薇。小薇说自己也在想着伊芙。显然，两人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伊芙顺势躺在了床上，小薇站起身，把手枪拿在手里，躺在伊芙旁边。两人相视一笑。小薇承诺自己不会杀害伊芙。两人相向而卧。就在小薇准备亲吻伊芙时，等伊芙出来一看，小薇已经不见了。 She has gone. 仅仅30秒后，杀手组织负责善后的人员就来了。伊芙躲进电表间，侥幸逃过一劫，而邻居老太太就没那么幸运了。躲在地下室通道的小薇看着自己的物品被搬走，非常生气。此时的她最大的危险是如何医治刀伤。